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退休后安心在家享受生活，千万别再折腾，否则晚景凄凉，也没人同情。老话说，家常饭和粗布衣，知冷知暖结发妻。老伴才是陪伴我们走到最后的那个人，才是人生里最幸福的时光。人到老年，最怕的不是没钱没房，而是最怕屋里空，寂寞孤单那份侵袭骨髓的难过，也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。看着别人万家灯火，喜气洋洋的过日子，自己有孩子却被送到养老院里面养老，天天眼巴巴地望着窗外，想着子女能够想起自己，来看望一下自己。有些时候真不能亲情来绑架子女，老人自己把自己的晚景做得凄凉悲哀，说出来让别人也很难同情他，只能说一句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苍天有眼饶过谁。社区15号楼居住的大房子，69岁的周大爷，前段时间被儿子送到养老院去了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为啥儿子前老伴都居住在一个社区，还要把脑梗后遗症的周大爷送去养老院呢？原来这位69岁的周大爷，年轻是单位里面的领导，居住在这个集资小区里最大面积的楼房里。老伴也早已退休在家，儿子也早已成家有了孙子。如今周大爷的孙子都读了高中，可他却把自己折腾到了养老院里。事情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当年周大爷55岁提前退居二线后，跟一位42岁的中年女人有了私情。以前周大爷有这种念想的时候，总会考虑自己的前途，也就不那么的明目张胆的。谁知退下来之后，就不顾及家人和老伴的颜面了，跟比他小10来岁的单身女人厮混在一起，两人经常的开车出去游玩。周大爷的老伴对于他的花心，其实早就心知肚明，觉得他没有这么不要脸面，也就为了儿子隐忍了下来。谁知周大爷退下来后这样的无耻，大家都居住在同一个社区，多少也要给儿子儿媳留个颜面，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跟着单身女人居住在一起。周大爷前老伴咽不下这口气，提出离婚。周大爷觉得自己的退休工资高，手里又有了不少的私房钱，他根本不怕老伴跟自己离婚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离婚协议。家里的房子归老伴所有，账面上的存款周大爷要求跟老伴平分，还说趁着自己还能够折腾，也许还能再有个千金的。周大爷的儿子也非常的生气，跟周大爷争吵了几次以后，被周大爷骂得狗血淋头。周大爷指着儿子的鼻子说，你别再指望我能够再资助你1分钱，我老了不用你管我，我大不了去养老院居住。老话说得好，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。周大爷跟老伴离婚后，带着从家里分得的存款，外加他自己的小金库，他就住进了外面那个女人的家里。这个女人也是离婚单身的，儿子在市区里面读高中，一般情况都会回他亲奶奶家，不回女人家里居住。这给周大爷和这个女人很多的自由空间，周大爷也算是享受了一番婚外的激情。只是这存款没几年就被小女人的撒娇哄骗给折腾得所剩无几了。去年周大爷因为情绪过于激动，还是因为药物的剂量没有掌握好，反正在他和小女人激情的时候，突发脑梗，被小女人送到了医院。因为治疗及时，没有瘫痪在床，只落下一只脚不顺遂。外面的小女人在周大爷住院期间，就早已把周大爷的行李收拾好了，放在了医院，
然后就消失了。据社区咨询人说，小女人去外地儿子那里去了，她可不想自己的后半生被周大爷拖累，反正他们也没有领结婚证，不用履行夫妻之责。经历了10多年的浪漫时光，周大爷已经啥也没有了。看到小女人这样对待他，他也毫无办法，因为没有领证，所以这样的结局也只能是周大爷自己来承受着。周大爷想跟儿子回家居住，这样就可以让离婚后的老伴来照顾自己。周大爷的梦想很美好，可是现实却是，周大爷的原配老伴早就从心底厌恶了他，根本不可能回来照顾事后这样的他。无奈之时，周大爷儿子给他在社区里租了一套小面积的房子，让周大爷自己独家。他每天会去周大爷那里看看，忙起来也许好几天才去一次。周大爷的内心早已经因为自己的折腾，再加上身体的摧残，早已没有了慈父的心了。他如今总是说儿子要好好的孝顺他，否则他会去告诉别人儿子不孝顺人，让别人都说儿子是个不孝子。周大爷这样折腾多了，他的儿子也心累了，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。他给周大爷联系了一所还可以的养老院，用周大爷的退休金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。虽然周大爷心里100个不愿意，可如今也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因为自己照顾不了自己，原配老伴也不愿意跟他复婚，照顾伺候他，儿子儿媳也忙，请保姆不现实，只能去养老院了。周大爷是带着眼泪去的养老院，可他的嘴巴还是不饶人，不仅骂原配老伴不知报恩，还骂儿子是个不孝子，骂的那么多话，真的不知道周大爷跟哪里学来的。住进养老院的周大爷慢慢的感觉到了自己的错，可还是不愿意跟儿子承认，天天给儿子发微信，可儿子却很少的给他回，只是告诉他自己每月回去看望他一次的，顺便把养老院的费用交了。周大爷如今的下场只能说是自己找的，本来很好的日子让他做得妻离子散的，把自己的钱补贴了外面的女人，帮人家养大了孩子，人家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溜之大吉。人到老年退休了，身心早已历经了社会和岁月的打磨，应该是沉淀后的稳重、自尊自爱，行为举止更是要有所收敛。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打死都不能做，晚节不保，只能咎由自取。周大爷被儿子送到养老院，咱们既不能说是儿子的不孝顺，也不能说离婚后原配老伴没有怜悯之心。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痛苦经历，谁也无权指责别人，用道德来绑架别人。人生漫漫，光阴流年，能够成为夫妻，那是经历了前世多少年的磨砺，才在今生牵手红尘。应该彼此的珍惜、善待、宽容、体谅，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胡来乱搞。每个人的余生都是自己前半生给自己铺就的，你没有善待过老伴子女，就不要在晚年被生活击垮时要求别人感念你的好，因为你何曾有过善心给予他们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